美国新的核战略放弃了使用核武器的底线。那么，一旦他的军队被中国的导弹打残，他们就真的敢使用核武器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美国发布新的国防战略安全报告文件之后，又在同一天发布了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前者是明确美国国防战略安全的顶层设计文件，而后面这两个报告则专注于导弹防御以及核武器的政策。三者共同明确了未来几年美军的优先事项。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话说，中国是目前存在的唯一的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且越来越有实力这样做的竞争者。美国国防部将在2023年投入13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网络战、人工智能和定向能武器等高科技军事装备的研发。美国进一步明确了对华战略的目标，要努力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取得优势，并且要吸引其民营企业和民间的技术人员加入美国的军工科技发展，要与中国打一场高科技武器军备竞赛。美国人预测，中国将在10年内拥有至少1000枚核弹头。在美国印太战略一体化威慑的概念下，美国表示将对核攻击采取决定性的报复性措施，以遏止潜在的核冲突。除了表达要继续保持军事优势的决心以外，美国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最令人意外的是对中国玩起了核讹诈。其国防战略指出，拜登政府在评估美国核政策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发并部署的一系列非核打击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和盟友可能会蒙受战略层级的伤害。美国如果继续坚持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只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就得面对不可承受的风险。所以，美军不排除在本土、海外美军或盟国面对非核战略威胁时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国防战略也强调，美军当前的威胁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所拥有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对此尚无防御能力。其核战略文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哪类非核战略威慑会导致美国做出核应对，但是我们想想也能明白，要注意，这是美国的核战略首次提出针对常规武器打击要进行核报复的可能。说白了，就是要通过核武器的优势来破解中国在陆基中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领域所获得的优势。由于美国曾经与前苏联签订了中导条约，特朗普政府虽然已经退出了这一条约，但是要想建立一支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的力量，恐怕还非常困难。你可以理解为，美国在缺少对等常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一旦驻印太地区的美军被中国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打残，美国就可能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对付中国。针对美国的核讹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美方声称要使用核武器来应对核攻击与非核战略攻击，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日益成为核冲突风险的源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首先对中国使用了核武器，而且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中国目前是全球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且我们也不发展战术核武器。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面对美军战术核武器打击时，缺少对等报复手段。美国想对中国进行核炸，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是美国人可能又想错了，中国的核政策可不存在对等还击的条件。只要美国胆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管是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中国只回应战略级别的核弹。到时候
美国人将直面人类毁灭的风险。这就要看美国人敢不敢赌，想对中国玩核弹。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在其中程弹道导弹领域技术落后的焦虑，也体现了美国为了维护其军事霸权的疯狂和无底线。总体来看，美国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从这个角度看，拜登真的没有资格批评普京，因为俄罗斯的核战略远比美国人要理性的多。好，今天评述就在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